你好吗？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前段时间呢，因为是孩子的开学季了，那很多妈妈呢又开始了另一轮的焦虑，就是到底是给孩子选公校还是选私校。那有一些妈妈呢，因为没有能给孩子上到私校，所以就特别的焦虑。也有一些朋友联系到我说，他现在内心很愧疚，对不起孩子，甚至有周围的亲戚或者朋友跟他说，你没有让孩子上私校，你不觉得这是对不起孩子吗？我非常理解大家的这种焦虑的心情，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的，但是我本人坚决的反对这种说没有把孩子送进私校就是对不起孩子的这种说法。那我前面呢做过一期视频，就是比较公校和私校的一些数据，那我这一期视频呢我想真实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原因。首先呢，我想说一下，我这一期的很多观点呢，可能会刺痛到一部分人。如果我误伤到了你，那在这里呢，先跟你说一句抱歉。首先说一下呢，我自己的孩子，我不打算把他送进私校的。我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公校和私校一定是有区别的，不然价格不会差那么大。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都是自私的，大家都会权衡利弊。所以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到底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到底私校的性价比有没有那么高？首先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在澳洲统计的所有的学生当中，上公校的学生的比例是63%，上教会学校的学生的比例是22%，而上私校的学生的比例只有15%。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对于教会学校是怎么看的，那我的理解是呢，教会学校好的跟不好的差距是挺大的，包括它的学费的差距也是很大的。那有的教会学校呢，它是跟私校是差不多的，从学费、师生比到设施都是相当的，那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当做这个私校看。大部分的教会学校呢，它的学费是介于私校和公校之间的，那包括我家附近就有一些教会学校，我也去参观过。那我自己的感受是，它跟公校是差不多的，甚至从环境到评分都没有公校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的想法是因为我上不起私校，那上公校我又觉得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一定要一年花这个1-2万块钱去买一个心理平衡、心理安慰。如果这一份心理平衡、心理安慰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话，那你就去上教会学校。那相反，如果你更想说把孩子送到一个合适的好的学校的话，那就是很正常，你信教就去教会学校，不信教就找一个公校读就好了。对于私校，大家总会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孩子送进私校了，或者是我身边的人都把孩子送进私校了。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钱人都会把孩子送进私校，真的是这样子的吗？肉眼可见，富裕家庭把孩子送进公校的比例是越来越高，把孩子送进私校的比例是越来越低的，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可能自己有这个能力把孩子送进私校，但是这部分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人会考虑到这一部分钱的性价比到底值不值。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在私校老师的素质和师资呢会比在公校的好，其实这个也是不成立的。在公校呢，因为老师的工资是有一个固定的区间，有一个固定的参考的，并且呢他的职位是更加稳定的，而在私校呢，反而是学校会根据每个学校的情况来去定老师的工资，所以这个工资状况呢，私校反而是更加的不稳定的。那根据数据来说呢，在公校老师从学历到经验方面也是好于私校的，并且在公校呢，因为老师接触到的学生更多，所以跟私校老师相比，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呢，他能积累到的经验一定是更多的。那私校到底优越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呢，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说的，师生比例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学校的设施是很不一样的，并且呢，私校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更注重学生的多语言发展。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优势，大家就要不顾一切的这个倾尽所有去给孩子上私校吗？我觉得未必。什么样的人会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就一路上私校呢？有几种情况，前面2种情况呢是我坚决支持的，但是后面几种情况是我坚决反对的。第一种情况呢是这家人真的是有钱。
我知道很多私校学生，他的学费都是从家族的信托基金当中来的。那这样的家庭呢，很显然他的家庭的阶层和我们这些广大社畜的阶层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些就是不仅有钱，还有时间的那一部分富人。我们知道私校都是有家长面试的，那学校关注的其实不仅是这个学生的资质，这个学生是不是适应这个学校，更关注的是学生的家庭背景，并且学生的家长有没有时间和心力去辅导这个孩子。当然了，我们刚刚说的并不是所有所谓的高收入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私校的，反过来，私校的学生也并不是都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那数据显示呢，在私校的学生当中，有一半的学生是来自普通收入甚至是低收入家庭的。我之前请过一个家政阿姨，那这个阿姨的小外孙女呢，就是在一所私校就读，他们家条件可以说是很艰苦的，就是夫妻2个人在国内辛苦的工作，然后把钱汇过来给孩子交学费。所以这个阿姨呢，也就是孩子的外婆，带着孩子过来跟孩子一起住，给孩子做饭，并且自己去打一些零工，以保证日常的开销。这里就要说到关于私立学校的另一个误区，很多家长会天真的以为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孩子就能跻身所谓的上流社会，甚至是带着这个小家庭都跻身上流社会，跟更高级的人相处。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想想，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说你的收入大概率是跟你最亲近的5个朋友的收入的平均数？就是因为相同条件、相同背景、相同经济能力的人很容易玩到一起去。很多人会觉得私校会有歧视啊，会有分有小帮派呀。很多时候本质原因不是说人家不想带你玩，而是你的圈层跟人家的圈层就是不一样。他们认为是日用品的东西，可能在你那儿就变成了奢侈品。这样的2个人是很难玩到一起去的。私校的学费呢，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其实是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的。那从小学、幼儿园的2到3万一年不等，到高中的5到6万一年不等，这还只是单纯的学费。那算上其他的杂费，包括兴趣班的费用、兴趣班的装备的费用、夏令营、比赛，然后各种活动的费用，加起来，其实很多人说要 double 这个学费。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把他送进私校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把他送进私校的话，我包括我的先生就要开足马力去赚更多的钱，抓住眼前所有的钱，所有的能赚钱的机会。与此同时，很自然的，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干扰，我们总是会为金钱而担忧，我们的神经会绷得紧紧的，包括我们陪孩子的时间肯定会减少。对于我来说，怎么样的生活是我更想要的呢？我孩子今年只有3岁，即使他到了上学的年纪，只有5、6岁。这个年岁的孩子，他对于上的是哪一个阶层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学费是多少，并不会特别敏感。他更在意的是我能遇到哪一些老师，我能遇到哪一些朋友，每天去学校是不是感觉到开心快乐。而送他去私校还是公校，不是孩子的心结，而恰恰只是我们家长的心结。而另一面，孩子对于家庭的氛围，对于父母情绪的感知是非常敏感的。一旦你有这种付出感，你就必然会对孩子有要求。而所有的这些情绪反应，都是你，包括你的大环境对于私校的执念造成的，这不是孩子的错，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份压力加到孩子的头上。第二种情况呢是，家长没有选择，他们所居住的区呢就不太有好的学校，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这个附近的私校。包括还有一些是没有这边身份的，又想让孩子在一个相对不太有压力的环境下健康快乐的成长，去好好学习的。那这部分家长呢也会把孩子送到私校，那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下几种情况呢，就是我非常不可以理解的。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其实经济条件并没有特别好，但是真的是死要面子的那种，然后周围的家长都把孩子送进私校了，那我也要送。就像很多人觉得周围的朋友都生了2胎了，所以我也要生2胎。他不管自己是不是愿意，不管这个对于自己是不是一个负担，只要是周围人有的，那我一定要有。到底是自己的面子重要，还是自己到底活得好不好，活得自不自在重要呢？如果你的回答就是面子是第一重要的，我在别人面前就是应该体面，就是应该光鲜亮丽，我受够了别人瞧不起我的嘴脸，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更应该解决的是内心的自卑问题，而不是把孩子送进私校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代的人的父母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他们不想在孩子的教育上，在孩子的陪伴上花更多的时间和心力，所以他们就想着说，我要找到一个偷懒的方法，并且我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那这个又偷懒又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方法是什么呢？对，就是给孩子花钱。他们就觉得只要我花了钱，我就算是对孩子有了很大的付出，那我就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一旦孩子表现不好，成绩不好，我都可以跟孩子说，你看看为了你，我多么辛苦的出去工作，然后我才赚了这些钱，把你送到私校，给你上了那么好的兴趣班，然后你还不争气，不拉不拉的。这些指责我们从小听的太多了，我们仔细想一想，这真的是爱我们的表现吗？还是只是解决他们内心的焦虑呢？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他把你和孩子都工具化了，他把你自己就定义为了一个赚钱的工具，繁衍的工具，所以你自己会觉得很憋屈、很压抑、很委屈。同时，你把孩子也工具化了，孩子就是一个为你争面子的工具，孩子就是一个你的产品。孩子也活得很委屈、很憋屈，并且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何必呢？何必把大家都搞得这么痛苦呢？第三种类型呢，就是最常见的，有一个思想我特别的不同意，家长总是会觉得只要我有，我就必须要给，为什么呢？如果你有100块钱，你需要花50块钱让你自己过得开心，而不是不情不愿的、充满付出感和牺牲感的把这所有的100块钱花在孩子身上。无论你是谁的爸爸妈妈，你首先是你自己，你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就有需要，你的需要就值得被看见，值得被满足。如果你一定要反着人性去做一些事情，而达到世俗意义上的伟大和牺牲，你必然会更多的去要求和控制孩子。这就是很多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和我们的关系。我一直在想，这种悲剧的关系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就结束？最后呢，我想请视频前的你都回顾一下你自己的人生，你可以成为今天的你。那学校的教育对你的影响大吗？有多大呢？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呢？我知道有一种说法是说，学校的教育它对人之后的发展的影响只有不到30%，那另外70%是什么呢？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是你经历的人和事，你身边遇到的朋友对你的影响，是你经历到的所有的机会和境遇，是你读过的书，是你走过的路，包括你对你自己所有经历的领悟和总结。如果你暂时还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入私校，那就接受当下的现实，努力去做好你可以做到的，努力在你的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就可以了，放下那些无谓的攀比、自责和焦虑。如果你已经把孩子送入了私校，或者是即将把孩子送入了私校，那我也希望这是因为你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不是咬紧牙关就为了跟孩子说一句妈妈好难，你要争气。我们常说让孩子成为孩子，那前提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是 Jasmine， 我的频道呢是一个专注分享海外生活和个人成长的频道，欢迎点赞和订阅。那下期再见喽，拜拜。